这大婚的日子，新郎官跑了，你这个新娘就没什么要说的吗？他当然有话要说，而且是一子的话。他穿了，就在他吃糠咽菜苦修多年，准备下山创业，就穿到这里了。身份是萧府嫡女，刚刚是嫁给了大昭最靓的美男子来做王妃。打眼再看四周，满屋子的锦绣珠玉，十丈软红，连空气里飘着的都是昂贵的古檀香。听说我还有数十万的聘礼嫁妆堆在库房，这是分分钟成为了千万级富豪。连我苦修多年的大哥来了。萧氏，你不要以为嫁进了玉清王府就敢在本王妃面前装傻充愣。实话告诉你，今日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就休怪本王妃不念及这大好日子。哎呀娘，你先别急呀，王妃嫂嫂到现在啊，就是知道大哥嫌弃她太震惊了而已。不过嫂嫂，你也先别光顾自己啊，还是赶紧好好想个对策吧。不然这新婚丈夫厌弃不愿与你洞房的事儿传出去，明日你就是整个京城的笑柄。这大婚的日子，新郎拂袖而去，这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妃嫂嫂您是有什么毛病呢。你可听见了？若是因你的坏名声带累了整个王府，那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好了。哼，穷逼了60几年的人骤然转过头去，心想：这怎么行？这都到手里的10多万两，还有屋里的元青花、云锦纱、翡翠玛瑙，就连地上的皮毛毯子，那都是我的。王爷他在何处？大哥他在金雀楼。金雀楼连名儿都带金，一听就是好地方啊。好，我现在就去找他。啊，你要去金雀楼找他？不错，新婚大喜，洞房花烛，你若能将他哄回来，顺利圆了房，那这个玉王妃还是你的。若你有本事再生下嫡子，那将来这整个玉王府也是你的。好，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若你做不到的话，那不可能。哦，你这么肯定？当然。哼，王爷之所以不肯与我圆房，那是因为他还没见过我。我萧兔，一个活了几10年的老妖，见多识广，积累多深，还拿不下一个10几岁的古人小子？哼，开玩笑。毕竟嘛，在山上苦修这60多年里，别说是个男人了，就连个公蜘蛛都没见过。却没想穿过来之后，天下如何能有这么美的好事儿啊！赶紧走。金阙街上金阙楼，乐公公，有人求见。谁啊？说是裕王府上的。这不赶巧了吗？福公爷这正说着裕王府，这就有人送上门来了。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叫进来吧。手底下的人同样阴森的笑了，领命下去带人。夫君，时间退回到半炷香前。小雨来找我，应该是有事。那你去吧。那我过去了，在我回来前，你先不准动。小姐，出事了！何事？我刚才见到玉王妃了。玉王妃，她竟然来了，说是来找玉王。这个女人还真是半点不在乎脸面，竟然敢到青楼里找人。小姐，你要赶紧想办法，不能让两人见面啊！听说今日云水见的那些贵客又来了。是，刚刚奴婢还听下边议论，你叫人把玉王妃引过去。可小姐，那毕竟是玉王妃啊！你怕什么？大不了就是下人带错了路。是，奴婢现在就去办。贵客，玉王就在此处，小人就先告退了。夫君，厅内安静了，可萧兔没有察觉周边的异样。这皮肤手感可真好啊！你叫我夫君？你我今日已经成婚，我叫你夫君，有什么不对吗？你我成婚？怎么，莫非王爷不想认账，还是真看不上我这位新王妃？你竟不怕本王卡壳了。为何要怕？婚都结了，你现在是我的了。我是你的，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敢对我如此讲话。你不错，很不错。翌日烈日高悬，大红暖帐，这就走了？不然呢？再来一次。你昨晚不是说什么都不愿吗？这不是上瘾了吗？上瘾也忍着吧，你不回去没事儿，我若再不回去，老王妃该派人来找了。哼，真想，那就早点回家吧。半点留恋都没有，转身就离开了。
床上，宁错妖异的眸子一直如猎物一般锁着他，直到人彻底的消失不见。我的娘，真是没眼看呀！鬼叫什么？我的爷，瞒了这么多年，你就这么破身了呀？闭上嘴巴你！什么叫破身？爷这叫成为男人。可您是太监呀，还是太监头子，这是要……警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昨日是有人故意将玉王妃引到此处。故意？是，应该是不安好心。可玉王妃没见过玉王，所以就把您当成了她男人，于是你俩一拍即合就睡了。什么一拍即合就睡了？这是胆儿肥了呀！爷，您这手段最近又精进了不少啊！灭玉王府之前，先把他们的王妃给睡了，先辱人妻，再灭满门，可真是杀人不准。什么先辱人妻？舌头不想要了？这不是看爷您今日心情好，开个玩笑嘛。那爷，这位玉王妃，您是准备留还是不留啊？那你说该不该留？玉王妃瞧着就是个妙人，如此有趣的人，自然是该留着，给爷找乐子。你眼睛倒是很利，他何止是有趣这么简单，那就是浑身裹着香甜蜜糖的毒药，还是能要人命那种。看本座发现了什么？这个比看玉王府灭门还要有意思。把人都给我处理好了，别坏了本座的好事。是。悠哉悠哉的软轿刚到院子里，就被一众健壮的奴仆左右围住。您这是？你还有脸问我？我问你，你昨晚说是出去找王爷，这都一夜过去了，王爷人呢？王爷人在金雀楼啊。王爷既然还在金雀楼，你为何还要回来？已经成了。什么？我说我跟王爷已经成了。你是说你跟王爷已经？是，虽然没回王府，不过我已与王爷圆过房了。此话当真？当真，不信你可以问小芷。老王妃却是没问那丫头，而是直接给自己贴身嬷嬷打了个眼色。后者快速上前，手在萧兔手腕上一搭，跟着立刻朝老王妃点头。哎呀，好好，你做得很好。既然如此，那我现在算是实至名归的玉王妃了吧？昨日疲惫一夜，那我就先回去睡了。萧兔微笑着欠身，然后转身离开。哎呀，想不到还真成了。是啊，王爷心有所属，更有红颜知己，是难得的痴情男儿。没想到竟然对萧家这位肯了。哎呀，也是荣昌他命苦啊。本跟王爷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偏偏体弱不能生育。若不是如此啊，我何苦要王爷委曲求全，娶这萧家女？如今王爷愿意圆房，不出半年定有喜讯，到时候再风光迎娶郡主，一切也就圆满了。说得对，如今事情已经成功一半了，到时候王爷也会明白我这当母亲的对他的一片苦心。那这萧家女昨日既然已经答应，只要圆房，她就是实至名归的玉王妃。喜讯来之前，绝对要把人给我哄好了，以防意外。萧兔家那边，王妃放心，一家子被捏得死死的。如此，我就只等我那乖乖嫡孙出世就好了。金雀楼间，于凤儿却是满脸惨白。刚得到消息，昨晚给他传消息的小雨和被小雨买通去带错路的小事，竟然全都出意外死了。也不知道昨夜玉王妃萧氏到底如何了。凤儿，出什么事了？脸色这么不好。我这不是不想你走。哎，我也不想走啊。不过昨日大婚，我无故离家，今日母亲那边总该给个说法嘛。唉，老王妃若是知道昨日你来找我，定又会生我的气了。不会的，母亲知道我昨日心情不好，来你这里不过是躲清静。那就麻烦王爷替我解释了。放心吧，一切有我。我知王爷怜我，不过你昨晚来我这里，新王妃那里，我本就无意娶她，是她上赶着要嫁。既然贪恋权贵，再闹就是自取其辱。可她毕竟是你的王妃啊，有名无实罢了。等到合适的机会，我会亲自了结她。王爷是要这，不如休妻就好了。你太单纯，不懂其中关键。好了，你不必想太多了，本王今晚还来看你。当真？自然。好，那你要早点过来啊。好，昨晚宁错也来了金雀楼，
不错，下面汇报是兵部李大人、王大人还有齐大人相邀，应该是为了领袭兵换一事贿赂宁狗，却不知出了何事，弄巧成拙，竟被杀了。3位朝廷大员受贿，却被收贿的人杀了，难得看到这种狗咬狗的好戏，把事情捅出去。王爷放心，昨晚发现3人死后，我就已经偷偷朝外放风，今日朝堂定有御史弹劾宁狗。只是照皇上对那阉贼的宠幸，肯定又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伤不了他什么。表面上看是伤不了什么，可此事一出，今后谁人还敢投靠东厂？王爷英明。你还知道回来呀？都是儿子的错，惹得您心中不悦了，母亲恕罪。你有什么错？是我这个当娘的错，非要逼你娶个不喜欢的王妃，害你大婚之日拂袖而去。母亲别恼，孩儿真的知道错了。哎呀，这是做什么？赶紧起来，我不生气就是了。我就知道母亲最舍不得我了。你呀，快起来吧。昨日大婚之夜，你虽然甩袖走了，不过我吩咐王妃去找你后，你能想开，我这个当娘的呀，就已经不气了。王妃昨夜去找我了？是啊，怎么你不知道？我自是知道，只是刚知道原来是母亲让她去的。我知道你的心思，取萧氏啊，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你放心好了。事情母亲已经都帮你安排好了，就等嫡子出世，不管是蓉儿还是你那位红颜知己，母亲都帮你迎回来啊。誉王陪着老王妃说了一会儿话，这才起身出了花厅。萧氏昨夜去金雀楼是怎么回事？回王爷，是老王妃见你走了，生气极了，这才逼着对方去青楼找您。我问你的是，萧氏昨夜去了金雀楼待了一夜，府里竟然没有人来报。王爷息怒，王妃去了金雀楼本就是找您，所以就……下次再出现这种事情，你这个王府大总管就不要干了。是。昨夜我们的人可曾见过王妃？不曾见过，不过刚才属下叫人去查了，昨夜王妃进了金雀楼后，就跟丫头找了没人的房间偷偷待了一晚，今儿天亮了才敢回来。她倒是聪明，竟然用这一套骗住母亲。不过如此也好，让她替我安抚好母亲，等本王腾出手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她消失。王爷英明，如此王爷现在可要去弄花院警示下那萧氏？不必，她的作用也只是为了应付母亲，其余不用管她。是。午觉的萧兔正靠着描金香榻，吃着樱桃，欣赏着日落。二姐，她不过是个落魄勋贵之女，竟在我们王府作威作福起来了。人家现在可不是什么破落勋贵，人家是咱们御府邸的王妃。就她，我呸！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被母亲看中，早晚要死的。说的是啊，本是贱命，凭何享福啊？那二姐有什么高招？我能有什么高招？母亲今日可是特意叮嘱过你我，暂且不要找她麻烦。咱们不能动手，别人可以呀。二姐的意思是，你忘了四弟那个庶子，那可是个色中恶鬼呀。二姐的意思是，好，这个办法好，我现在就叫人将他给引过来。萧兔正赏心悦目，一抹与此处美景万分不和谐的人影就正正地挡在了他的前方，满脸猥琐不算，面上还敷了厚厚的香粉，色眯眯地咽着口水，好似饥渴了几日的饿狼。美人儿。正欣赏美景的萧兔乍一看此景，整个人都机灵了起来，骤然拎起桌上脑袋大的香炉，直直地朝着那冲过来之人掷了过去。来人应声而倒。我的眼差一点就瞎了。好啊，小兔，你竟然死定了，竟敢公然对四弟行凶！什么？这个丑东西竟然是你们的弟弟，吓了我一跳，还有脸生气。小兔，你放肆！我看放肆的是你们吧。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放肆了。你竟敢跟我们这么说话，我们可是郡主。你们放肆了，我是王妃。小兔，不管怎么说，你无辜重伤四弟有错在先，按照家规应鞭刑80。来人，去叫我母亲。你们可不要血口喷人，明明是四弟无辜惊吓于我，害得我受惊过度，心跳加速，头晕眼花，行为失常，你们还在这里责怪我。等一会儿母亲来了，我一定让你们一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你明明是你伤人，你怎么能说出如此无耻之话？可能面对的是无耻之人吧。什么？老王妃来到时，就见到两个女儿脸都扭曲了。娘，你今日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是啊，娘，
今天这件事必然要严惩。我也赞同两位妹妹说的话，今日说什么都定要严惩四弟。你胡说什么？谁要严惩四弟？该严惩的明明是你。是我？可我不是受害人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母亲，是他，是小土动手打晕四弟。你看四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不错，我们刚才上来找他理论，可他却狠狠羞辱我跟怀秀。是这样？怎么会？我今日听闻王爷又去金雀楼了，就思虑着今晚是不是要再去看看他。之后就碰见了四弟与两位妹妹，也不知怎的就发生了这样的误会，还劳动了王妃前来。我今日听闻王爷又去金雀楼了，就思虑着今晚是不是要再去看看他。你说你想去金雀楼见王爷？是。好，哈哈，这里都是一些小事，本王妃来处理就好。你既然想去啊，那赶紧收拾收拾去吧。那就多谢王妃。王妃，这就完了？不然呢？你打了四爷，还把两位小姐气得半死，我还以为老王妃会狠狠罚你，没想到竟然这么轻轻放过了。老王妃挺好说话的嘛。哼，我对有用的人也很好说话。小智顿了顿，想到上次王妃说老王妃似乎不怀好意的事情，她犹豫了一下。那王妃今晚还去找王爷吗？去啊。为什么呀？不是觉得老王妃有问题吗？吃饱喝足找乐子，这是你们家王妃的人生信条，记好啦。可王妃，你不是说老王妃她算计我，我就是她儿子，这很公平。好啦，小孩子家别问那么多，今晚我要美美的出门哦。夜幕降临，金雀楼上莲花灯火通明，丝竹琵琶声声。这个可以有啊。萧兔弯下唇角，他还没有见过古代的歌舞表演呢。咱们也去欣赏欣赏。高座上一早就瞧见人进来的宁错看得新奇，可俏皮可爱的人却是一眼都没瞧他，只顾着盯着舞娘的腰，眼珠子都要长在上面了。有这么好看？好看。这家伙比昨天看着更诱人了。来，萧兔立刻瞪眼，这谁能顶得住啊？他立刻麻溜的朝男人而去，然后半点不客气的坐在男人身边，仰着头，泛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男人的脸，使劲的看。怎么一天不见，这么想念本王？那是当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这话本王还是第一次听人对我说。你如果喜欢，我天天都愿意为你讲。宁错大笑起来，抬手直接将他卷入怀里。哎呀，有趣儿的小东西。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哦，那你喜欢本王叫你什么？萧兔、小兔、小兔兔？叫我娘子、夫人都可以。宁错笑俯下身，长指从他精致的下巴慢慢地滑落在他此刻微嘟着俏丽的小嘴上。萧兔似有所觉，然后又粉又嫩的舌轻轻地探出，扫了一下唇。身边男人同时狭眸危险的光泽在其间闪动，如捕食猛兽，只要饥渴那就要索取，丝毫不懂克制。他将猎物一把扑倒，就不许猎物有丝毫的反抗余地，用利爪完全控制住掌下软嫩的小兽，任他肆意的掠夺享用。良久，萧兔无力地靠在男人怀里。这家伙学得够快啊！这种事情本就是男人的主场，下次等我再做点准备，谁吃谁那可说不准呢。萧兔傲娇地哼唧一下，拿起桌上酒杯，仰头就喝了一口。哎，不可，这是是王爷的杯子，王爷爱洁。夫人呐，您如果需要，我帮你再倒一杯子。你家王爷刚才吃我嘴巴那么起劲时，可没你说的什么洁癖。小乐子宁错呵呵了。也就你敢如此调侃本王了？难道只准你嫌弃我吗？本王可从没这么说过。是属下多嘴，请夫人恕罪。我很好奇，若我不恕你的罪，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啊？起来吧，下不为例。王爷最近似乎很闲啊，整日里待在金雀楼取乐。如你所言，此处确实乐子不少。哦，都有哪些？你想知道这些？是啊，王爷说来与我听听。说有什么意思？本座请你看。真的？在哪里？那下面不就是？下面
萧兔扭头看向大厅，舞娘还在热舞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人观看，这群舞娘的表情此刻都有些急了，特别是那位异族装扮的细腰美女，作为主角的她急得眼睛都要喷火了，而且吧，细看对方喷火的目标竟然是她。你早知道了？你也知道了？是不是明摆的嘛？快说说，你们是什么仇啊？分尸寸节，扒皮抽筋，灭门抄家，诛人九族，总有一样吧？这听着也太反派了吧？你是在朝廷刑部任职吗？不是，是比这更可怕的地方。那有空我可要去见识下。每次都能让本王耳目一新的回答，有趣。你是在朝廷刑部任职吗？不是，是比这更可怕的地方。别乐了，好戏要开场了。你看起来很期待。那是。说着直接从腰间的小包里抓了一把瓜子儿给他。这是看戏必备神器啊！一旁的小乐子此刻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然后满屋子已经准备抽刀的暗卫们也愣愣地看着高座上并排开始嗑瓜子的两人，陷入了诡异的气氛中。怎么还在跳？这舞挺长时间了。你不知道你坏了人家好事儿。这个我看出来了，那一族狐姬装扮的舞娘似乎就是刺杀你的主力，可我来后她就没了近你身的机会。你就算不来，她也进不了本王的身。知道你洁身自好啦，不过现在怎么办？他们看着很着急啊，要不我坐一边给他让个位置？无需。那我就只能给他们鼓鼓劲儿了。鼓劲儿？嘿，家人拿把琵琶来。只见他细长的小手抬起就往琴弦上一划，醒目又隆重的乐声乍然而起，一首十面埋伏如江河倾泻直冲而下。本在跳舞的舞娘们作为杀手的敏锐直觉，他们明白自己应该是暴露了。这首曲子就是在提醒他们，战场已经摆好，死战即将开始。杀！众女同时抽剑，神色冰冷，齐齐的飞身朝着高位扑杀而来。狐姬舞娘眼睛忽然一闪，剑尖忽然一转，刺向了萧兔。女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的举动，可对方弹奏的手指却丝毫不见停下，甚至红唇还缓缓地对他笑了。直到剑与人不过5指之遥，女人身后的男子这才慢悠悠地抬起头来，对上了他的视线。他苍白修长的指尖轻抬起，轻描淡写的就夹住了那飞刺而来的剑尖，然后吹毛断发的软剑就在他不敢置信的视线中一块接着一块断裂开。这个人先别杀。哦，你要留？是，我有用。放心，不会让你吃亏的。说说看。还说什么？我刚才弹琵琶的时候，你一直盯着我看，不就是想这么做了吗？本王想做的可不仅是如此。空旷的空间，一时止于下薄纱上倒影着纠缠在一起的身影，纱幔剧烈的动荡，久久。本王的小兔子还真是敏感的紧。谁是你的小兔子啊？时间不早了，今日可跟我回家啊。这么想本王跟你回去？还好啦，如果你忙，那我就先走了。说着掀开被子，穿衣挽发，抛个媚眼就扭头走人了。爷，你起没？爷，萧夫人刚才走的时候带走了昨夜的那个刺客。你觉不觉得他每次晚上过来跟早上走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这个奴才没仔细观察过。就是晚上来的十分热情，早上走得过于利落。这个奴才没注意。不过说到这个啊，每次萧夫人先下床走，奴才倒有点不太适应。什么意思？就是按照一贯常理来讲嘛，一夜欢好，心情舒畅先下床的那个一般都是男人。所以呢？所以奴才每次看着先出来的是夫人呐，你有这般模样躺在床上，就感觉主子好像才是被睡的那个一样。昨日查的资料可核对好了？启禀主子，都好了。可萧夫人的信息与前日所查丝毫不差。丝毫不差？一个是能被虫子吓哭的世家小姐，一个能笑着为杀人奏乐。你告诉我这是同一个人？属下也觉得差别太大了。那主子，属下再去。不用了，不管他是谁，本座根本不在意。本座要的只是那个吃了雄心豹子胆敢睡本座的人。主子，您话里说着人家吃了雄心豹子胆，
可语气半点怒火都没有，反而兴致还很高涨啊。虽然夫人本人的事儿没弄清，不过属下倒是查到一点跟夫人有关的事儿。哦，夫人本是勋贵之女，可祖上早已没了爵位，如今父亲兄弟皆赋闲在家，只是家产颇丰厚些。这样的条件，爷，您猜猜，这偌大的裕王府为何偏偏相中她做王妃呢？左不过有利所图。爷，您一语中的。裕王爷继承爵位多年，今年已有20有2，却迟迟没有成婚，盖因其从小就钟情其青梅竹马的荣昌郡主。这位裕王真爱，其身份也不得了，是本朝少见的异姓东陵王的嫡女。东陵王手握30万大军，已经镇守东陵近10年了。可不是嘛，裕王与郡主这对小情人相爱却不能相守，当真是可怜呀。继续啊，是这位荣昌郡主，虽然身份尊贵，可惜娘胎里带了弱症，3天2头的就要生病。医师曾断言其可能一生都不能生育，所以裕老王妃知道此事后，说什么都不肯答应儿子婚事。裕王爷呢，也是痴心一片，老王妃不答应，他就不娶，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那现在如何又肯娶了？老王妃眼看着拗不过儿子，所以就想了个计策，借腹生子。好一个借腹生子，就是萧夫人了。哼，生完之后呢？去母留子，迎娶荣昌郡主。倒也是难为这裕王府了。正在这时，屋外有人来报：何事？乐公公，皇上急着找都公爷，已经叫人来催了3回了。那就去吧。什么时辰了？已经过了午时。王妃，今晨你从王爷那里带回的那个舞娘，一早就说想要见你，那就带上来吧。多谢小姐救命之恩。不用客气，请坐吧。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要小姐有用得着的地方，我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倒是不用你，只需姑娘你将手中暗器放下即可。舞娘顿时浑身一僵。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不重要。小姐好胆魄。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昨夜阁下拿剑朝我刺来时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很好奇，明知我要杀你，你为什么还要救我？自然是要你为我所用。不知是我身上哪一点，竟让小姐产生这样大的错觉。我知道你们这些杀手都经过严格训练，骨头硬得很，所以并不准备对你动刑逼迫。哦，不逼迫，不动刑，小姐莫不是准备以理服人，用嘴巴说服我不成？不错。你竟想着靠一张嘴来说服我？古有苏秦凭一张嘴灭齐，陈轸靠着3寸不烂之舌退100万雄兵，张仪更是凭借口才破了6国合纵。你敢说嘴巴他不厉害？所以小美人儿，说话很重要，兵不血刃就能要人命。反正不管你想说什么，我都不会为你所用。不用着急，你先听听。你姓李名明善，取自明眸善睐之意，是你父母见你初见世界，眼睛就出奇的漂亮，大喜之下所取。你从出世就很另类，不如一般姑娘文静，喜欢练武，喜欢江湖。你父母很疼爱你，所以非常纵容你。你从小人就皮实，喜欢跟人打架。在6岁那年，你打破了隔壁比你大孩子的头，他也在你后耳处落下一道1指长的疤痕。8岁你拜入武林上的青瑶派习武，隔年同师兄弟与人比武，右手严重骨折，从此开始左手练剑。13岁你初入江湖，曾追杀一淫贼，跑了10县3州将人擒住，交给官府，赚了赏银500两，却将钱全都给了穷苦人家。15岁你因为一桩杀人案得罪了青州权贵，被人接连10多日追杀，差点死在那里，最后被同门大师姐所救。16岁你跟师姐行侠仗义，帮一户被强抢了女儿的人家出头，最后却被这户人家出卖，师姐为了保护你而死。同年你将此户人与抢人的人家全部杀光。19岁你与同门2师兄相爱，却因为师父传承最终而反目。20岁你最终放弃传承，离开师门回了家。可就在这一年，你父母亲人全部惨死，你发疯了一样想找出凶手，甚至一一杀到从前对头门前，可是最后依旧毫无头绪。可就在这一年，你父母亲人全部惨死。就在你绝望时，你早年失踪多年的二伯李宗耀回来了。他告诉你，
家里是因为牵连了一桩朝廷旧案，所以被东厂人灭了口。之后他带着你加入了一个名为天心楼的杀人组织。你历经了3年生不如死的训练，至昨夜，你终于潜伏到了仇人们要去的地方刺杀，却失败而告终。这些是怎么知道的？我的这双眼睛可以洞照过去，看破将死之人的一生。能看到将死之人的一生，这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如你所见，以前没有，以后就有了。你想知道是谁杀了你全家吗？你说什么？我说，想知道是谁杀了你全家吗？是东厂刽子手吗？不是哦。不可能，不可能，我查过的。二伯也说是啊，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说啊？你是说二伯他在这件事上对我说了谎？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其实你心里也怀疑过，不是吗？你有什么证据？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跟父亲玩藏东西的小游戏吗？你连这个都知道？回去找找吧。若你说的是真，那我李明善这条命就是你的；若是假，我拼了这条命不要，也不会要你好过。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王妃，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您真的能看见那姑娘的过去？小兔勾勾红唇，洞照术能够观善恶，这是他能够看见每个与他相关之人头上都顶着对他的态度标志。像老王妃这些人，那是厌恶加100，而小芝忠诚加100。至于那妖冶男人，心思深沉莫测，而且喜怒无常，所以他至今看到的都是危险度。此术属于看命之术，命运越发波折之人，洞照术就越强。有些将死之人，他甚至能够看到这人的过去，知悉他的未来。哎呀，可惜这些还不能告诉这胆小的丫头。怎么会？那自然是王爷告诉我的。原来是这样，那到底是谁杀了这位李姑娘全家呢？自然是他的那位二伯。是他？那他也真是太可怕了，杀了兄弟全家，还将兄弟唯一的女儿训练成了杀人工具。所以这世界最不可琢磨的就是人了，最不可信的也是人。小傻瓜，可长点心眼吧。我是聪明不起来了，不过我知道只要跟着王妃走，那就是对的。走，趁着天气好，陪你家王妃我巡视下未来产业。这么大个儿的裕王府，她身为女主人还没逛过呢。王妃今晚是不准备出去了吗？哎呀，不出了，今晚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虽然她喜爱美色，可是连着2夜的激战，她又没有男人好体力，也是需要缓一缓的。王妃，明日回门的事情你同王爷说过了吗？啥？王妃，你不会忘记新婚3日需要回门的事儿了吧？那个不回行不行？当然不行了。且不说大招的礼节在那儿，王妃婚后不回门的事情会被人拿来耻笑。就是说萧府老爷夫人，那也是早早就盼着您回去呢。那看来是必须要去了。其实王妃不用担心，我听下面人说，王爷今日已经回府了，待会儿您只要去敬德院亲自跟王爷说一声就是了。他回来了？是啊，下午您睡觉那会子回的。那行吧，你帮我梳妆吧。王妃，你还要上妆啊？那是当然，这女人不出门可以随意对付，可只要出门，那就一定要漂漂亮亮美美的。敬德院灯火通明，守卫密布。你去禀报王爷，就说王妃来了。请稍等。王爷，殿下来报说王妃想见你。就说本王不在，本王本就要去金雀楼，你就这么回禀吧。是。敬德院门前，萧兔听到侍卫回禀，一阵的无语。又去了金雀楼？那地方有什么好的呀？天天往那里去，他又不嫖，还要辛苦他一趟趟的往那边跑。莫非在外边会更刺激？话说回来，前2回确实是。想着猛男激烈的样子，萧兔心头也忍不住热了几分。王妃，您在想什么？没什么。王爷既然不在这里，那咱们还是老样子吧。这也没办法，毕竟明日回门是大事儿。行了，知道了，交给我，保管明日事情顺顺利利。怎么了爷？可是乏了？几时了？天刚擦黑。天黑了呀。爷，您这是要去哪儿啊？还有好多折子没批完呢。天已经黑了，本座的小兔子该来找我了。小乐子一愣，小兔子，萧兔。主子是要去见萧夫人。如何？哎呀，这不是折子还有这么多呢，屋里也还有一大堆的军国大事在等你拿主意呢。那些东西有什么意思？本座乏了，明日再说。
您这借口找的有够敷衍的，感情萧夫人比整个大昭国的事有意思呗？去帮本座准备沐浴，我要更衣。啊什么？没看见你家爷还穿着官服？明白，小的这就去准备。月如盘照人间，皇城的夜晚热闹非凡。萧兔站在繁华的街道，满眼新奇地打量着这精彩的世界。萧兔正看杂耍看得目不转睛，却突然间闻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冷香。是那个人的味道。可是那个男人不是去金雀楼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本王的小兔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谁是你的小兔子？这么多人在，你注意点儿。不就是你吗？今日打扮的又白又嫩，又香又软，可不就是一只正该脱光把劲，等待下锅的小兔子？这里人太多，我们去一边说。不是说去金雀楼了吗？怎么来了这里？久等你不来，就出来找你了。哼，你知道找我，还跑去金雀楼，简直是多此一举。这你难道不知？家里哪有？话刚起头，就被萧兔赶紧抬手堵住了嘴。这里可不是金雀楼，这里是大街，他们前后左右可都是人呢。可谁知道掌心紧跟着就传来了湿热。怎么样，我今天看着是不是很可爱？可爱，本座很喜欢。喜欢，今日就陪我逛街吧。好，本王应。萧兔拉住了他，然后朝一旁吩咐：拿个围帽来。做什么？当然是把你脸遮住了。怎么，本王跟你在一起见不得人吗？是你见不得人，长得这么好，一会儿在大街上引起姑娘们骚动，我这小身板可拦不住。行了，现在可以走了。碍事。哎呀，好了，那习惯就好了，这样安全。我可不想待会儿你被别的女人占便宜。你带路吧，想去哪里不需询问本王。那夫君你就大胆的跟我走吧。哎呀，小姑娘是不是饿了？来尝尝大娘家的花饼。萧兔立刻点头，忙不迭的要伸手接下，却被身边的男人拦住了。怎么了？是肚子饿了，本王带你去天香楼。王爷，我想吃。想吃？这里的食物并没有天香楼味道好。可我就是想吃嘛，行不行嘛？王爷，夫君，哥哥。给你了。谢谢哥哥。二话不说，嗷呜就咬了一大口。好烫好烫。可是好吃。好吃好吃，你也尝尝。再打包10个给我。好嘞。该付钱了。宁错闻言懒笑，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自己其实并没有带钱出门的习惯。怎么了？稍等本王片刻。说完，男人背着手转身走了。宁错走到了黑暗处，刷刷的几道肃杀的黑影同时落下。督主，起来吧。督主可是发现了什么不妥？可有带钱？是我听错了吗？可有带钱？黑暗的巷子里，所有人搜遍自己全身，这也才凑了30几两。宁错抬手拿了银子，施施然的离开了小巷。这里夫君，我在这里。宁错付了花饼老板的钱1两3文钱。接下来他们看了花灯，买了其中做工最精美的花灯兔子3两银子，去玩了套圈游戏花了1两3，猜谜游戏花了10两。一路上，小兔吃了葱油烧饼、鲜肉粉、韭菜盒子、凹肉、干腐、辣子鸡丝、芙蓉卷、冰镇绿豆汤、荔枝糕、砂糖冷圆子。夜色下，宁错看着手里仅剩的10几文钱，竟然诡异的觉得很不错。若刚才小兔子听了他的建议，去了天香楼，那结账时就只能亮身份了。小妹妹快看啊，姐姐这儿有很多很有趣又漂亮的面具，看看这个狐狸，还有老虎的。就这个吧，要俩。夫君，快过来付钱啦！宁错走上来，可他一瞧吧，萧兔挑中的2个娃娃，就知道自己的钱恐怕是不够，所以动作迟疑了一下。耶，我来了！哎呀，终于找到您了。付钱吧。哎，好嘞。小乐子悄咪咪地看了眼自家主子，他敢对天发誓，他刚刚如果晚来1秒，他们家都公爷就要摘自己耳朵上的耳当给人家抵账了。爷，何至于此呀？这才跟萧夫人见第3次呀，您就要典当身上物件给萧夫人买礼物了吗？您还是小乐子认识的那个单名就能让小儿夜哭的千岁爷吗？宁错察觉到了隐晦的打量。何事？
没事儿，就是想问爷跟夫人可需要地方休息一下。差不多了，带你去天香楼。好啊，刚好我还没吃饱。王爷，是本王不好，不怪王爷，是凤儿亲口许诺，荣昌郡主不入府，我就绝不入府。可让你一直留在金雀楼，终归是委屈你了。凤儿不觉得委屈，你跟郡主从小情深意厚，又对郡主痴心一片。如果不是郡主善良大度，我一个青楼女子，何德何能得到王爷垂怜？王爷您一连3日都来我这里，王府里那位王妃没什么事情吧？放心，无事。可老王妃那里如何能容她？你呀，不必将每个人都想得太过柔善。我母亲如今可是对她很好。这是为何？本王的这位新王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擅长。至大婚当日，她就假托来金雀楼找本王来，哄骗母亲说已经与我圆房了。她说跟你已经圆房了？是啊，昨晚也是如此，因此母亲可高兴坏了，吩咐府里她要什么就给什么。竟然是这样，于凤儿有些不淡定了，不会是她想的那样吧？这要是真的，那这个玉王妃8成是被人给骗了。此事若揭出去，那她于凤儿想要这姓萧的女人身败名裂，岂不是轻而易举？于凤儿一下子激动了起来，可下一刻又皱起了眉。她想起为她办事后死得无声无息的小雨2人。金雀楼里客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竟敢有胆子冒充当朝王爷，还能悄无声息地杀人？若有这人在背后阻挠，岂不是除不掉这个占了王妃之位的女人？不对，不应该想着杀了玉王妃，应该先接近她，然后用这个把柄威逼利用她，让她去对付那个我们共同的敌人荣昌郡主。到时候2虎相争，他才好渔翁得利。怎么了？突然笑这么开心？我没事啊，就是想到了好事儿了。什么好事啊？说给本王听听。哎呀，才不要呢。你说不说？翌日天光大亮，阳光明媚。看够了吗？时间不早，该起了。左右无事。谁跟你说无事了？哦，是何事？就是3日回门，还是小丫头昨日提醒了我。待会儿你就别出门了，先陪我回家一趟吧。宁错闻言，动作一顿。怎么了？王爷是有什么问题吗？怎么会？你别的事儿我都不会多问，不过回门这事儿是礼节，也是为了让我父母安心，这是必须的。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可会生气哦。你跟我回去，装扮最好也换一换，你那一身身的，可别吓到我父母。忽然被嫌弃的宁错再次一顿，然后去看自己那吓到人的衣物。爷，衣服在这儿呢，您这是要去哪儿啊？爷，您今日这是……爷，您平时不都喜欢色彩华美瑰丽的，今日怎么改穿这么素净的？这不是被夫人嫌弃了吗？萧夫人，也就那位什么话都敢说了，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家都公爷竟然还真听。怎么没什么，就是觉得爷您太过宠爱夫人了。你如果有他一半有趣儿，本座也宠爱你。爷，对于您喜爱之人，您的宠是他的恩典，他的存在是您的乐子，您可以享受乐子，却不能被乐子而左右啊。本座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本座真的是移不开眼。那感觉真是太美了。小乐子沉默了，每次他私底下说起萧夫人，跟吃了兴奋药剂似的。怪不得爷被撩上床后就说那女人就是味毒药。不过话说回来，爷您这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还这么开心的往里跳？别发呆了，帮爷办件事儿。主子您请讲。你去看看婚嫁回门都需要准备什么，10倍买回来。爷，您突然买这些做什么？是要恭贺哪一位大人成亲吗？谁有本事能受得起都公爷10倍大礼的？是本座今日回门要用啊？哈什么？本座与那小兔子已经缠绵3日，按照礼节是该回门拜访了。回门拜访？说的是人家正经嫁娶的新姑爷吧？爷，您还记得您并不是萧夫人她男人吗？您这是演玉王爷上瘾了吗？愣着做什么？快去！小乐子看着自家主子积极的样子，再次忍不住在心里疯狂的吐槽：主子爷呀，您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吗？您是东厂司礼监的头子，是当朝的9000岁。您觉得您一个太监带着人家闺女回门拜见岳父岳母，这
真的合适吗？这心里无论如何张牙舞爪，小乐子还是老实的去置办东西。午时的阳光正好，小兔慢悠悠地从偌大的庄园走出，就看到门口已经停了10几辆的大车，上面绫罗绸缎，古董器皿无数，金银首饰那都是一盒盒的装的，还有一个半人高的金佛。小兔一眼看见就满意的笑了。王妃，你看王爷准备好多礼物。小兔笑着点头，正要开口，眼角突然瞥见一人，一身金贵素白的男人，低调简单干净。小兔看得心跳加速，目不转睛，瞧见他这般模样，走来的男人顿时勾起红唇笑了。哎呀，端住端住，就像刚才那样，等会儿你同我回去一定不能这么笑，知道吗？你嫌弃本王？哎呀，你怎么样人家都喜欢，不过在外面咱们要矜持住。怎么样，人家今天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是漂亮，是吧？我这一生下来少说有万金之数。当然花的都是你的钱啦。这是知道本王的好了。知道，夫君对人家最好了，所以也知道该怎么做。小兔娇滴滴地嗔了他一眼，然后踮起脚，撅起小嘴儿送了上去。宁错笑着俯身，毫不客气地开始吃胭脂。哎呦喂，这光天化日的，俩人没一个害臊的。哎呦！小乐子仰着脑袋数到头上飞过的第10只鸟，那边才传来吩咐：出发。小兔被抱上了车，整个人还瘫软在男人怀里。哎呀，你也太用力了，人家嘴巴都肿了，等会儿怎么见人？是吗？那本王帮你吹吹。说着唇又压上来了。别闹，真肿了可没办法见人了，咱们合计合计一会儿回家的事儿吧。你说。回门具体要做什么我不懂，可天下担心孩子的父母大多是一样的心情，有没有冷，有没有热，吃得饱不饱啊，过得好不好，这些。你这话说得很客观，好似你不是他们孩子般。哎，别打岔。所以到了家里，我们只要向他们加倍证明我如今过得非常非常好就行了。你想如何证明？这一点待会儿就要辛苦夫君你了。太阳越升越高，萧府中，你们父子3个能不能别转了？老娘的头都要被你们晃晕了。哎呀，灵瑶，这小兔今日回门还没到，我这个做爹的怎么能不着急嘛？不是叫人去看了吗？一会儿就回来了，急什么？夫人，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咱家千疼万宠出来的宝贝闺女，嫁进了素不相识的裕王府，这3日还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呢。婚前我找好友打听过，裕王洁身自好，身边无通房无丫头，品貌极为出色，人品雅致端正，才学样样拔尖儿，是个良配。他是王爷，又样样都好，那干嘛选咱们女儿做王妃呢？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曲灵瑶的女儿哪点不好？配不上她玉怀章啊！哎呦，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咱们女儿肯定是最好的，是裕王配不上她。反正一会儿小兔该回来了，你别再转悠了，看得我心烦。哎，好嘞，都听你的。一家人就这么焦急地等待着，直到派出去的下人回来禀报。怎么样，看见小姐回来了吗？没有。怎么会没有？你看清了吗？看清了，小人怕小姐过夜刚出门，就一路跑到了裕王府门前又跑回来，可往返的这条路上一辆马车之类的都没瞧见。这就是说小兔根本还没出府，这都要中午了，什么原因没出门啊？难道妹妹是被扣在王府不成？是啊，按照妹妹的性子是绝不可能不回门的。一定是裕王府对小兔不好，门都出不了啊！我的宝贝女儿啊！他们敢！娘，我跟你打上门去。我跟你们一起去，管他们什么裕王府，敢对我妹妹不好，是阎王老子也让他了账。跟我去兵器。萧府门前，华贵隆重的銮驾缓缓地停下，车内萧兔给男人使眼色。哎，快要开始了。说好了，本王按你说的做完，你今晚就穿你说的那什么神秘的比基尼给本王看。我说到做到，快下车吧。那什么比基尼维密秀，当真如你所言那样？人家说的还不信吗？那今晚本王就拭目以待了。小兔把人弄出去，暗笑这男人说的他都有些脸红心跳了。然后小兔就看到了自己亲娘手拿大刀，兄长手举战斧，
亲爹嚎啕大哭，冲出门。会不会是走错门了？怎么回事啊？爷才上门就被人识破老底了，看看这又是刀又是斧头的，这家人是要砍死督公爷呀！哎呀，怎么办呢？要不要先保护主子，先撤了再说呢？这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迎接仪式。小心露馅儿啊！爹娘兄长，斧头跟大刀齐齐落地。爹的宝贝女儿，妹妹，娘的小兔。哎呀，爹娘兄长，王爷来了，坚持啊！四人闻言，将目光落在了萧兔一旁宁错的身上。萧夫人本来想端着跟这位新女婿摆个架子，可在看见对方那张脸时，熊熊怒火都化成了山泉水了。这就是玉王爷吧？好，长得一表人才，气度不凡。这么好看的人跟我们家小兔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萧老爷见此，委屈唧唧的想，这老婆子还从来没有对他笑得这么好看过呢。玉王是吧？听说你对我们小兔可是一点儿不……哎呦！话还没说完呢，就遭到了老婆一个肘击。滚一边去，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萧老爷高高昂扬的身体顿时如泄气的皮球，灰溜溜的躲在儿子身后。玉王远道而来辛苦了，走，屋子里茶点都准备好了，快请进。萧大少跟萧二少此刻愣愣地看着母亲，不知道该不该提醒他娘，屋里没有茶锅点心，只有您一拳打碎的木头桌子。没看出来你还挺受欢迎的嘛。今晚条件加倍，加倍就加倍，先把活干好。第一次登门拜见岳父岳母。好，外面太阳大，快跟岳母进屋说。你也别闲着，赶紧叫人过来招待宾客。来了，这位公公怎么称呼啊？萧老爷客气，咱家小乐子。原来是乐公公，失敬。不敢当。有时候吧，底下人说话的动作、语气、态度是能够从中看出很多事情的。他对自己这个毫无身份地位玉王爷的岳父表现的这般客气，就能够看出他女儿在王爷心中的地位定是不低的。如此，他跟夫人就可以彻底放心了。乐公公，先请进，我叫人安排好车马，立刻就来。不用，我帮萧老爷。哎，乐公公太客气了，府中茶点都已经备好了。再说了，王爷身边也缺不得公公，您还是赶紧先去吧。我吩咐好下人，这就来了。那我就不跟萧老爷客气了，您外边要是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告诉我。哎呀，好嘞。我去！萧夫人正热情地招待着她的新女婿，就瞧见丈夫带着2个儿子魂不守舍地走进来。女儿女婿今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们这是什么鬼样子啊？萧老爷抬头，先是悄咪咪地看了眼宁错，然后迈着小步走到老婆耳前。夫人不得了了，咱闺女带着你女婿回门里足足拉了10几车，我约莫估算了一下，价值不少50万两呢。什么？萧夫人赶忙给萧兔使眼色。怎么啦？闺女啊，你告诉娘，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迷魂术啊？没有啊。没有，玉王怎么会被你迷昏了头？这事儿娘都看出来了，火眼金睛啊。娘，你别多想，我没有迷魂术，这都是我的个人魅力。好孩子，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比你娘对付你爹都要厉害呀。小意思了。哎呦，这母女以为掩住嘴巴小声说话，别人就听不到了吗？他们家督公爷的功力，怕是躲到100米开外这么小的声音也跑不掉，更何况就在眼前。闺女，还是你厉害，那门外的回礼咱们还收吗？当然收啊。好闺女，不枉爹娘疼你，什么好东西啊都知道往家里爬了。不过女婿对你好，咱也不能得寸进尺，我看还是送还一半吧。哎呀，不用，既然都拉回来了，你跟爹就凑合着花吧。王爷啊，岳母，是这样，外面的回礼实在贵重，岳母觉得有一半就很不错了，待会儿你带一半回去。不许，这些礼物是本王的一片心意。是啊娘，王爷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不用，收一半都已经够多了，多了我跟他爹也用不到不是？用不上就给2个哥哥用，反正2位兄长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了。
你这孩子，什么叫兄长娶妾啊？就算兄长娶妾，咱们也不能把王爷家给搬空啊！什么？家里没钱了吗？没有，本王有的是钱。夫君，你好霸气侧漏，人家好喜欢你。太阳来到正午，午饭时间到了，都是你喜欢吃的，快开动吧。好吃。贤婿啊，咱们俩喝一杯。岳父请。贤婿久在朝堂已久，可听说两怀延孕之事？岳父对延孕一事有兴趣？兴趣不敢说，只是小兔的大哥二哥小虎小豹如今年纪都大了，身上却连个正经事儿都没有。我早些时间得到了一些风声，说两淮那边已将延孕一事从官营承包给了商户，两淮的商户很多都靠此发了财呢。这才动了些心思，所以想着向贤婿打听一二。两淮延运的私营买卖关系错综复杂，牵扯甚广，小婿不建议岳父将二位七兄放过去。岳父想为两位七兄找点事儿做，或许小婿可以帮得上忙。不知岳父跟二位七兄有何要求没有？贤婿这话是，小婿在朝中小有人脉，朝廷6部岳父可尽选。多谢贤婿的一片美意了，不过朝廷6部就算了，我这俩儿子我知道哪有那个心眼去当官啊。岳父无需担心，既然本王安排，定会尽善尽美。不了，其实我是不想让他俩掺和到朝廷里去。岳父何意？哎呀，这2年想必王爷也能看出来，如今的朝廷已经大不如前了，各地的灾情是频频爆发，可朝堂文不思政，武不思战，整日争权夺利，谄媚上官，大昭这2年亦有颓废之势啊。如此，那岳父可再思虑下别的，本王也可尽力。王爷太客气了。说着欣慰地看了眼女儿。萧夫人这边也是喜笑颜开，那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女婿顺眼。爹，想给兄长找个赚钱的行当，找我就行了。找你？是啊，你别看你女儿我整天吃喝玩乐，可是赚钱的买卖我脑袋里可有不少。你还知道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哎呀娘，咱们虽然是亲母女，可我也是要有私人秘密的。好，秘密。怎么样，爹？要不要听听我的方法？你真的懂这些？那是，上到金融地产投资，下到小摊小贩小作坊，我可是知道不少。就连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盐的，我也懂。哎，说什么呢？什么金融地产投资的，小丫头，快吃饭，别捣了。你懂盐运？萧兔闻言，立刻投给他一个小子，你很识货的赞赏眼神。如今盐运买卖是官收、商运、商销，是这样吧？是。那咱们自己制盐，自己出售呢？需要交税。你会制盐？不是会，是太会了，一口气说10个都不带喘气的。当然，咱们这个时代能用的不多，要选个最简单也是最省力的来。娘子，请赐教。原理我就不细说了。我说的制盐方式，首先找到一片大海，然后他将最原始的晒盐方式讲出来。虽然只能提取粗盐，可是方法足够简单，而且快捷高效。只是如此？是啊，我都说了最简单方便了。爹娘，你们的表情告诉我，你们不相信我。怎么会？我们家小兔这么聪明，说什么都是对的。这事儿啊，叫你爹按你说的做。对，交给我了。兄长，你俩过来，我教给你赚大钱的方法。两兄弟闻言赶紧凑了过去，然后3个人嘀嘀咕咕良久，吃吃喝喝聊聊，一下午就悄然地溜走了。夕阳西下，一辆醒目宽敞的銮驾慢悠悠地行驶在上，平稳的车子突然停了。怎么了？有几只拦路的蚂蚁，无需管它们。又有人刺杀你啊？正说着，外面已经响起了刀剑搏杀声。小兔掀开纱帘往外看了一眼，就瞧见男人身边跟着的暗卫已经跟着一群蒙面人打起来了。说起来，还是这妖孽带着的人厉害啊，一个伤亡没有。而那些刺杀的人头上却已经接二连三的出现死相了，下手这么强悍，杀人跟砍菜切瓜似的。小兔抬起白嫩嫩的脚丫子，朝男人长腿踢了踢，却被一只苍白的手一把抓住。别闹，说正事儿呢。说。你知道天星楼吗？天星楼就是上次在金雀楼刺杀你的那些人，外面的这些也是。上次你带回去的那个舞娘招了？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何意？就是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可我却什么都知道的意思。本王并不在乎这些人是谁，也不在乎为了什么来刺杀，反正来了都要死。就知道。不过总是这样也很麻烦。今日回门，看你表现不错，我就再帮你个小忙吧。哦，拿张京城地图来。小乐子，爷来了。小兔接过地图，视线挨个的扫过外面快死的蒙面人，手中的笔快速的在地图上的一些房室上面画上圈，边画还边说：说来这些人好似都是跟东厂有仇，为何连你也要刺杀？是因为你上次说的神秘部门跟东厂有合作？是。哦，原来是这样。说着，他将圈了不少小圈的地图递给男人。这是外面杀你人的据点。宁错看着图上的圈，他将地图随意的甩给小乐子，一把将萧兔抱进了怀里。今日一连2次给本王送上大礼，想让本王如何感谢你啊？试验法都还没试验过，王爷就信一定能成了？你说的本王都信。我们在这里。哎呀，别闹！不要，本王要你就现在。不行，外面还杀着人。让他们杀就是了，影响不到我们。不是说好了晚上回去要看我给你准备的比基尼维密秀吗？到时候再做。不怕，现在做1次，等回去看完再做1夜。你滚！天色渐暗下来，裕王府，裕老王妃此刻一脸的黑气。今日是萧兔回门的日子，他本来是准备趁着此事好好的刁难刁难这个儿媳，可是谁能想到今日他早早的等在正堂，却连萧兔的影子都没见到，吩咐下面人去找，这才得到回复，说是昨夜王爷就跟王妃一起出门玩去了，而且到现在人都还没回来。才几天呢，就被萧家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魂吗？带着王妃出去一夜未归，竟也不让下面人回来通知一下我这个母亲。今日是萧氏回门的日子，会不会是在萧家？回门日子去萧家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两人昨夜就急着离家，还是王爷对我这个当母亲的有什么不满啊？怎么会？想来是萧氏知道他今日回门定得不到好，所以才特意早早怂恿了王爷。也罢，派人去萧府走一趟。派去的下人动作很快，回来再报，却说王爷王妃确实回去了，不过二人回去就又走了，说是又出去玩了，今夜也不回。何事？爷，刚下面来报，照着萧夫人在地图圈出的地方，天星楼13个据点已全部被灭。全对？是，地点全对，藏着的兵器情报证据十足。更有意思的是，属下还从中找到了几个平日跟千岁爷您作对的官员书信来往。本座的小兔子当真是日日都有惊喜给本座呀。千岁爷，萧夫人这个能力很可怕呀，要是如何呀？宁错轻笑着瞥来一眼，小福子瞬间只觉得自己如被恐怖的妖魔盯住，双腿瞬间一软，扑通跪在地上。是奴才想差了，千岁爷饶命！这家伙，我都在这边不停给你打眼色了，愣是一次也没有接收到。爷，福公公最近都在忙东厂内务的事情，他还不知道萧夫人是个怎样有趣的人，这才说错了话。如此，本座这几日正玩的兴起，谁也不能坏了本座的好事儿，可知道？知道，奴才知道。知道就将咱们的人放远了，特别是与本座相关的将死之人，一个都不许出现在他面前。是。越王如何了？咱们的人都看着呢，今日主子要回门，属下就让人将他引出城外，此刻正抱着他那位装柔弱的妓院美人护速冲场。这二位倒是情深意切啊。这种有眼无珠的蠢人，也就只配那种女人。越王府呢？一切尽在千岁爷您的掌控之中。爷，举整个东厂与大半京师之力，定全力不让夫人发觉半点破绽。很好，起来吧。爷，那没什么事儿，奴才就先下去了。萧夫人还在里面等着您呢。爷，其实萧夫人的事情，咱们或许未必需要做到这一步啊。是奴才这几日与夫人相处，觉得夫人性格不同一般闺阁女子，而且看着夫人对都公爷您很好，所以才想着，就算她知道您的身份，或许她会立刻翻脸不认人。不会吧？你最近只瞧着他每日殷切上门，看见本座又甜又腻，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他认为我是他夫君这个前提之下。嫁的男人长得刚好是他心头好，
大方给予帮助，不过是因为自家男人，利益共同体，当然无二话。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他认为我是他夫君这个前提之下。可一旦他知道本座不是他的丈夫，你猜他会怎么做？他会立刻甩了本座，而且是用比他出现更快的速度。不会吧？不会。本座问你，你刚才说那只小兔子性格不同一般规格女子，那你可说得上来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那个女人，性子就像她每日的装扮一样莫测多变，她让你看不透、摸不着、抓不住。今日萧府中那只小兔子说的制言之法还记得吗？记得。你亲自去办。可萧夫人说的那法子也太简单了吧，听着像天方夜谭啊，这还真能出言？怎么不信你们家言？奴才怎么敢呀？那就去做吧。是，奴才现在就安排下去。都公爷说的这么信誓旦旦，这说明萧夫人说的可能是真的呀。夜越发的深了，寂静华美的房间，橘红灯火在摇曳生姿。丝绸被褥里正在呼呼熟睡的萧兔忽然感觉有声响，醒了，醒了，那刚好陪本座再来一场吧。小兔子，本座真的很想看看你到底还能让本座到何种地步。翌日，暖阳四射，草木成荫。萧兔双目无神地走在街上，心中第100次辱骂某个看他睡迷糊就趁人之危的禽兽。哎呀，我的老腰啊！王妃，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就是昨晚被妖精榨干了。小芝，这次回去你要让人给我好好补补，知道吗？王妃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好丫头，不愧本王妃这么疼你。一辆清冷低调的马车从一旁驶过，誉王一眼就瞧见了有些调皮使坏，满脸笑盈盈的，很漂亮，很惹眼，有种异于平常女人的醒目，很少见的女子。怎么了？没什么，看到群热情的小姑娘。京城不同别的地方，姑娘们自然也大胆些。王爷，老王妃素来不喜你频繁来见我，可这次你为了陪我，1日2夜都没回去，也不曾派人跟老王妃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回去要怎么解释啊？这个你放心，会有人帮我们解决的。谁呀？萧氏。他怎么会？守仙人来报，他假托与我回门，这2日也不曾回家。他回门的事情是真的吗？自然是真。手底下还说，他为了自己的颜面，偷摸着买了礼物，一个人就回去了。是他一个人回去的？自然。怎么这么问？就是觉得有些奇怪嘛，毕竟他一人回门，也没人揭穿他嘛。他回门前夜就不在府中了，也不曾从府邸出门。他父母知他一人回门，也只会为了女儿的颜面保密，谁又会揭穿这些事情？唉，其实他也够可怜的，自作自受吧。马车缓缓地停了下来，两人在金雀楼门前难舍难分地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王妃，你怎么了？快看，那边有美人。王妃，你还要看啊？哎呀，这俩不一样！哎呀，快看快看，要亲上了！誉王这边正动情地吻着自己的女人，突然感觉到一种异常热情的目光正注视着他。萧兔见自己被人抓了个正着，弯起眼睛笑了笑，就继续背着小手悠哉地离开了。怎么了，王爷？无事，婚嫁已过，明日本王就要照常入朝了，到时候公务繁忙，恐怕不能再日日来看你了。王爷别这么说，公务重要。你放心吧，回去后我会找时间再跟母亲好好谈谈，尽量快些迎你入府。可郡主那边我会去说。王爷，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等你嫁进王府，你就是我的侧妃。萧兔刚到家里，就将自己瘫在软榻，小芝跑前跑后的吩咐人准备沐浴梳洗之物。不用了，我先睡了，最近消耗太大了，我要好好补个觉。那我扶王妃去床上。不用，我就在这里睡了。此刻院子里的门房来报，说是有位叫李明善的要见王妃。李明善不就是王妃从王爷那里带回来的那个舞娘吗？她这么快就忙完自己的事情了。王妃要午睡，你可能需要等一等。
李明善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像个门神一样直接站在了小芝的身边。这2日是儿子轻狂了，惹得母亲多犯不快，儿子在这里跟母亲说声不是。母亲知道你刚刚成亲，新婚冲动在所难免，可带着新婚妻子出去游玩，也该通知一声母亲。是儿子的错，儿子保证今后一定不会。行了，既然你这么说，雷娘就原谅你了。多谢母亲啊，还有一件事情想和母亲商量。哦，何事啊？是关于凤儿的。是她？说吧，什么事情？是儿子想让她先入府。虽说母亲答应过你会让她进门，可她身份低贱，绝不能在荣昌郡主这个主母嫁进来之前入府啊。母亲，凤儿她曾救过我的命，就是因为她救过你的命，母妃才会允许她一个青楼女子入王府大门。可儿子与她两情相悦，实在不想她再待在金雀楼之中受人歧视。那你可以将她赎出来，安排在外面院子里啊。等荣昌郡主一入门，母亲立刻就将她抬进来。若养在外面，岂不成了外室？对凤儿的名声不好。青楼女子还要什么名声？母亲，好了，王爷不用着急，此事说来也是大事，要不容王妃好好想想。那就多谢嬷嬷。东花厅外，王爷脸色不太好，莫非是这2日以消失做借口，陪凤儿姑娘的事情被老王妃察觉了？并无。那王爷是？母亲依旧不同意凤儿入府。其实属下也有些疑问，您这么中意凤儿小姐，为何又要替萧氏隐瞒说谎？萧氏是母亲千挑万选出来的王妃人选，甚至不顾本王意愿，用孝道逼我娶她。若是现在让她知道我们2人根本不曾圆房，母亲肯定又该日日想办法折腾。如今就这样吧，让她以为我对萧氏有欲，等到凤儿生下嫡子，一切也都将迎刃而解。原来如此，王爷英明。看起来你的那位大伯已经死了。是，我已经亲手杀了。当年的事，当年他与父亲一起认识我娘，可是最后我娘选择了我的父亲，他那时求而不得，暗生恨意，这才在成为杀手之后回来杀我全家。看来你都知道了，那之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我说到做到，今后这条命就是你的。你的命我要来何用？我找你啊，是为了自个儿方便。王妃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轻功你会吧？会。那就好了。小兔一下蹦到他身上。咱们走吧。去哪儿？带我飞啊！飞去哪儿？飞到哪儿算哪儿。余音在天边荡漾，小芝看得忍不住掩唇笑。夜幕下，一座小酒馆里，小兔趴在门前的栏杆处，歪头看着外面的雨，却是高兴过了头，忘了今天晚上会下大雨了。小明，不如你带我雨中飞步，咱们一口气飞回去。外面雨太大，又是天黑，看不清前路，太危险了。哎呀，不怕，我相信你。属下不相信自己。哼，那怎么办？小芝在家该等急了。属下可以去买伞，可以回去报信，可以雇人抬轿。回不了家了。嘿呀，这样你叫我一声伯伯，我就将自己斗笠送给你，如何？田儿，你是不是又在欺负小姑娘了？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会欺负弱女子啊？你误会了，他没欺负我，就是想让我叫他伯伯。姑娘，还请见谅啊！我这兄弟从小就傻，还望姑娘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啊，这位将军客气了，我说了，他并没欺负我，我也不介意。他话音一落，4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全都齐齐朝他看来。姑娘是如何知道我的身份的？自然是看出来的。本人名号浮云子，深山学艺18载，精通命理学说、八卦占卜，预知福祸，能掐会算。今日刚刚下山，就碰见有缘之人。难得难得。本人名号浮云子，预知福祸，能掐会算。姑娘别开玩笑了，要不我让钱儿亲自给你。事关10万人性命，我怎么敢开玩笑？你这个也能看出来啊？几位此次出门是为了求人吧？请姑娘指点。小兔望着4人头顶气运红柱，因为这几日做了几件好人好事，他洞兆术也加深了不少。不光能够看见见到之人的善恶态度，还能够透过命运丝线窥见更多的命运走向。你们这次要求的目标应在西，可那处阴色灰暗，是死路。姑娘是说她绝不会帮我等？不止，始作俑者正是其一。你们的贵人在东，可以说得上是你们此次进京的唯一一条活路。姑娘可否再说得清楚些？这一次的事情因谁而揭开，那就找谁去救。姑娘可否？不可喽！
快去吧，切记事关10万人命。今日你们的脸皮、面子、骨气留下一样，此事必不会成。记得死皮赖脸，方可事成。有缘再见了。夜色越发的浓郁，暴雨丝毫不见停歇。哎呀，这么晚了，有这么大的雨，看来今日萧夫人应该不会来了。她哪里是因为雨大而不来，她那是今早跟本座生气才不来的。夫人跟都公爷吵架了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昨夜趁着他睡着了，疼爱了他一番吗？今早起来就翻脸不认人了。爷是说昨晚趁着夫人睡着，您偷偷的同夫人亲热了一番？可不是嘛，这小东西，本座昨晚明明那么卖力，谁知道今早起床他竟然大凶了本座一顿，说本座趁他神志迷糊对他下手，还说本座是色迷心窍偷袭他，肾都要被本座榨干了。走的时候竟然还踹了本座一脚，简直是胆大包天。不过就是一晚上5次，这哪里就多了？以本座的体力，连1/10的实力都没用出来，这他就不愿意了。什么叫被本座榨干了？要按照爷我的想法来说，就该找个地方不眠不休地坐上7天7夜才够。都公爷，咱能别说了吗？怪丢人的。你那是什么表情？怎么你也觉得爷有错？怎么会？这不是听了爷跟夫人的私事儿。那你说我们2个到底谁错了？您这一脸被娘子嫌弃的怨妇样，我要是说您错了，我这还活得成吗？我要是说萧夫人错了，都公爷，您今后要是和夫人和好了，不会对夫人出卖我吧？萧夫人那也绝对不是好惹的呀。主子，您要是没什么事儿啊，屋里桌上有成堆小山的折子在那等着您处理呢。咱能别这么无聊的坐在大门口，表情邪恶的算计别人娘子上床的问题吗？这跟您在外面杀人不眨眼为祸天下的威名，他也不搭呀。小乐子心里槽点狂飙，有小太监此刻走上前：千岁爷，下面人来报说岭西来京的几位将军在门外求见。哦，既然来了，就叫人请进来吧。属下赵牧，属下钱二，属下孙膑，属下李放，参见千岁大人。找本座何事？今日属下前来是想请千岁爷救命的。求我救命？本座没听错吧？求我救命？说说吧。属下恳求千岁爷拨粮，救救岭西10万士兵。据本座所知，户部3日前就已经调粮，你们的人不是拉着粮食回去了吗？是。粮食已运出城，可是今日属下发现有2/3粮食都是被人用水浸过了，有些甚至都发了芽，根本就不能吃了。小乐子一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肯定是户部的人搞的鬼。因为岭西闹兵患是因为官员贪污粮饷所致，户部主管钱粮被牵连其中，自然是跟着吃了瓜烙的。然后就有人夹丝报复，用的应该就是偷粮换柱的老把戏。宁错听完却是没什么反应，显然对此不感兴趣。本来以为能说出什么有趣之事，结果却是一群粗心大意的蠢人做出来的蠢事。无趣，不及本座的小兔子一丝有意思。只要千岁爷愿意帮忙，从今往后岭西10万将士约为千岁马前卒。呀，这还是第一次有武将主动来投主子爷，还是10万大军。哎，不错不错。爷，赵将军带着10万大军投诚，可喜可贺呀。不如什么？一群蠢货，要来何用？哎，赵将军，都公爷发了话了，您看，不然您就再想想别的办法。赵牧却是没见起来，他记得很清楚，那位高人姑娘说，第一次帮了岭西军的人，就是他们这次唯一的一处生路。他还记得他说要放下脸皮、面子、骨气，要死皮赖脸，此事方可成。而他身后的3人也随他一起不见动弹，就这么跪着不动，像是赖上似的。你们倒是有胆，怎么以为死赖着不走，本座就会答应？不是，是有位姑。钱二一听急了，一个没忍住，话没说完，就见3个兄弟集体怒目瞪他，他吓了一跳，急忙捂住了嘴。有人指点，有意思，说说。赵牧心中无奈，就算他现在不说，这位要是想知道，也就是费点时间的事而已。他叹了口气，只希望不要给那位姑娘惹出什么麻烦才是。这么想着，将在小酒馆碰见高人的事情就讲了一遍。姑娘、神算、浮云子、高人，你们说的这位姑娘啊，是不是长得很漂亮，看着古灵精怪，
说话背着小手，还一脸笑眯眯的。是，听口气，千岁爷似乎很熟。熟，太熟了，熟到他知我长短，我知他深浅。哎呦，主子哎，夫人知道您拿他开黄腔，又该踹你了。既然是他叫你们来投靠本座，那本座就收下了。多谢千岁爷。他可知你们要来找的人是本座？不知，那姑娘只说贵人在东，属下再问，他又说事情因谁被揭开，那就去找谁救，似乎并不清楚能救属下之人的具体身份。如此甚好，今日就到此吧。今日朝会皇上又没来，爷累了一天了，现在是想要先吃饭还是先沐浴呀？先出宫。爷这是要去见萧夫人。昨天早上他踹了本座一脚，生气走了，到了晚上人也没过了。今日他再过来，本座定要好好治治这个胆大包天的小东西。刚才爷说的话意思里似乎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萧夫人今儿晚肯定是要来找爷的，可人会不会来，这本身却是存在两个答案。昨天早上他踹了本座一脚，生气走了。翌日，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王妃早饭还没吃，咱们赶紧回吧。好，今日天气很好啊，果然天气好了，人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就有好事发生，这都要感谢老王妃啊。为什么要感谢她呀？因为是他赐予了我一切啊，生了个那么好看的儿子给我睡，挣下那么大的家业给我继承，时不时还要自己亲自上阵，亲力亲为，为我多姿多彩的人生添砖加瓦，我怎么能不感谢他？你们说是不是？你俩别走啊，小美人儿，胆子大了吗？竟敢丢下你家王妃先走了。王妃，你又开始不正经了。看你这话说的，就像你们家王妃什么时候正经过似的。那王妃，你还想吃饭吗？学聪明了，知道什么能拿捏你们家王妃了，不错，今天心情不错。小芝啊，一会儿记得给本王妃多加2碗大米饭。天空在不觉中暗下，直到萧兔睡着前一刻，才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似乎忘了什么。想法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困倦就将萧兔给淹没了。不是啊，我的都公爷，你这深更半夜的要去哪儿啊？您可别吓我呀！夜黑月圆，更深露重，清冷的月光照亮了大地，却是照不亮黑夜间寂静空间里阴郁华丽、满身黑气的可怕男子。哎呦，我的萧夫人呢？你这是干嘛去了？你要是再不来，我这边可要出大事了。几时了？已经子时了。子时了？不是啊，我的都公爷，你这深更半夜的要去哪儿啊？还是现在这个可怕的状态？您可别吓我呀！弄花狱，萧夫人住的地方，也就是裕王府大昭的镇国将军府。都公爷呀，虽然咱们东厂嚣张惯了，虽然您做事也肆无忌惮惯了，虽然萧夫人她没来见你，你很生气，可你也不能如此大大咧咧的闯进人家王爷家里去找人家夫人呐。弄花狱中，抱胸站在廊下的李明善身后突然有脚步响起。王爷是找王妃吧？她不在房间，在后院。男人闻言没有做丝毫停留，转身离开了。这是裕王，上次刺杀李明善不知目标，不知道抱着萧兔男人是谁，后来也是听小芝说的，此人是王妃的夫君。可是裕王是这样的吗？为何一个锦衣玉食的王爷会让人感觉这么可怕？还有他为何弄晕了所有护卫？清冷月色下，灼灼桃花里，你可知道我在等你？怎么了，小兔子？这才几日就逆反了本王的身体吗？这可怎么办呀？本王却才刚刚开始对你食髓知味呢。他的唇舌在他耳边舔舐，笑意越发的邪虐。女人终于有反应了，小手一下子抓住他放肆的手。小兔子，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拦本王吗？别惹本王生气好不好？明明本王此刻对你如此克制，放开本王的手，让本王继续疼他好不好？明明是你不想见我。本王何时不想见你？如果不是，这2晚为什么让我苦等不来？本王是在外面等你。为什么要在外面等我？你是不知道我就在家里吗？宁错张嘴，这个问题嘛，他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切，说什么想见我都是借口。本王是习惯别人如此，一时没意识到。哼，
什么习惯？说到底不过是没放在心上罢了，还浪费本姑娘这2日精心装扮，还以为……哼！本王并不知道。宁错主动俯下身来，吻上了她因为生气而抿紧的小小唇瓣，动作缓慢而黏腻。小兔终归是没有忍住，一点点的被拖进了迷障。再分开，他已经在花瓣铺满之地。得亏我聪明，直接来了个反客为主，不然今晚岂不是就被这妖孽站在有理处给收拾了？这种时候你竟然还能走神儿，看来是本王不够卖力了。别本王的小兔兔是真的很懂怎么让本王疯起来。小兔的确有些退却，而且还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可显然此时此刻已经来不及了。你这个混蛋！对，本王是混蛋，身子可难受。小兔不想理他，把脸直接扭开。看来是不难受的，很好。本王这几次本是克制，不敢多喂给他，怕胀到。看来下次可以放开了。你这个流氓！小兔最后选择闭上眼睛，来了一个眼不见为净。翌日春风和煦，暖阳高照。小兔一觉醒来，人懒洋洋的，全身无力，不想动弹。王妃醒了，现在起吗？起时了，都中午过了。这么晚了，那个混蛋呢？那个王妃，混蛋是指王爷吗？除了他还有谁？人呢？王爷一早就出去了。哼，是知道我要找他算账才吓跑了吧？王妃为何要找王爷算账？哼，那个混蛋昨晚得罪了我。那个是王爷让王妃昨晚太辛苦了，所以才辛苦。谁？本王妃会辛苦？行了，床都下不了，就别嘴硬。切，昨晚我只是一时大意，下次再来，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李明善无语，这种事儿也要争个输赢吗？哼，你不懂，真正的美女子那是任何事情都要样样第一的。再说，明明我才是那家伙床上的领路人，是我先睡的他。那你加油吧。哼，本王妃只需稍作休息。那王妃今日就在床上用膳吧，想吃什么？就馄饨吧。是。听说王妃昨晚劳累一夜，如今醒了，肯定不想吃些油腻的，我就赶紧给我王妃下了一碗馄饨。小兔有些囧，怎么这么多人都知道他劳了一夜吗？他眼睛扫向小芝，是不是你大嘴巴？是昨晚王爷来时似很生气，打晕了院里的侍卫，所以大家都知道王爷来了。小兔是知道那家伙来时很生气，没想到竟然还打人了。不会所有人都不会，这事儿只有我跟明善姐姐知道。崔夫人是听到我们2个说话，所以小兔稍作安慰，行吧，最起码知道的人都是自己人。昨晚弄花玉的侍卫可都处理过了都公爷放心，全部都用迷魂术控制住了。很好。爷，昨夜手底才传来消息，照着夫人说的制盐方法成了。很好。夫人真可谓是神了，这样的法子都能想出来。属下算过，比现在大招的制盐法足足能节省90%的人力物力，这简直让人不敢置信呐。那就吩咐人放开了去做吧。爷放心，这件事儿奴才必定亲自盯着人去办。那只小兔子送了本座这般重的一份大礼，你说本座是不是需要也送还个稀罕玩意儿给他？奴才觉得不错，就是不知道夫人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说喜欢什么，怕是最喜欢看笑话吧。看笑话？这是什么兴趣爱好？照着他的话说，是喜欢吃瓜。吃瓜？这件事情容本座好好想想。不若让属下派人找什么好吃好玩的送去，就全当是我孝敬夫人的。就属你机灵，不过你今后还是少往他身边凑。啥意思呀？爷现在连我们这种真太监的醋都吃了，这怎么行啊？爷面前也敢腹诽本座？都公爷，您真是慧眼如炬，小的不敢了。本座让你少接近他，是因为最近那只小兔子的能力怕是上涨不少，不光能观将死之人，活人似也能看透个1、2。你下次见他控制好自己的心思，别被看穿了，
坏了本座的事儿。原来是这样，奴才明白。最近将精通迷魂术的人多调几个过来，以备不测。爷放心，奴才一会儿就让人去办。有件小事儿想禀告下都公爷。何事？是誉王那位金雀楼里的老相好，就是上次想害夫人来找爷的那一位，叫什么于凤儿。最近派去监视的人回禀，说此女似乎有意在打听夫人的行踪，看来是想做点什么。哦，想做什么呀？不外乎是以为自己抓住了夫人把柄，想以此要挟。身边死了2个人，倒是半点不怕。大抵不过利益熏心，昏了头了，所以奴才才来请示主子爷，这次人还留不留？宁错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因为好巧不巧的是栾驾刚好经过金雀楼，又无比巧合的看见楼门前玉树临风的誉王与小乐子问要不要留的人。这是有缘呢。誉王这边还一无所觉，他正心疼地抱着怀里低泣的女人，温柔地安抚。凤儿，不用难过，虽然母亲这次没有直接同意你入门，可也与前几次不同啊。她已经答应我说会考虑的，我们还有机会的。真的吗？是，而且本王有预感，母亲这次定会答应。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等你入府，你就是我的侧妃。这样好吗？不用担心，这是你应得的。誉王很坚决，于凤儿的眼泪流得更多了，她终于要梦想成真了。反正小兔的把柄在手，他是逃不出我的手心的。到时候我就是誉王府实实在在的女主人。如此，荣昌郡主那个贱人再嫁进来，我也有资本与他一斗。誉王见此，笑意更深了，正想要开口抚慰，誉王好大的胆，见到千岁爷一丈，为何不叩拜行礼？誉王，千岁爷驾前，岂敢无礼？看来誉王爷是忘记了如何向千岁爷行礼，那就让奴才来为您亲自示范一遍吧。说着，他缓步地走上前，站到了誉王正前方，2条腿同时跪倒在地，拜见千岁爷，千岁千岁千岁。此刻誉王的脸色可谓难看到了极点，他身为大昭王爷，皇亲贵胄，这个小太监却是教他对宁错行跪拜大礼，这是明目张胆的在羞辱于他。王爷可学会了？誉王神色冰冷下来，他看着对方，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誉王家郎。誉王闻言，神色瞬间更加的难看，那一声家郎比刚刚的羞辱都叫他更加的难堪。他本是皇家国戚，可司礼监大宦官宁错是皇帝亲封的千岁爷，是实权在握的异姓王，同他父亲同辈相称，所以在此人面前，他只算是一个小辈。千岁爷，本座见你刚才似不愿行礼，还以为小侄对本千岁是有什么不满。千岁爷多虑了，怀章并无此意。如此甚好，毕竟你我一家人，本座身为长辈，少不得是要管教一二。本座听闻你近日已经成亲，是。既已成亲，为何人却在青楼楚馆里留恋？誉王眉头皱得更紧了，这种话题他不好回答。凤儿是个柔弱女子，在这等冷血嗜杀之人面前留下印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听闻你大婚也在此处厮混，本座很奇怪啊，婚都结了，放着家里明媒正娶、身份贵重的千金小姐不睡，却偏偏跑到妓院勾栏里去睡个千人骑万人压的妓女，到底是何种心态？凤儿并不是妓女，她是我的红颜知己。王爷，还当真是婊子配狗，天长地久。誉王简直要气死了，从小到大就没人敢这么当着他的面骂过他，今日宁错这个该死的奸臣也不知道发什么疯，竟然在大街上辱骂他。千岁爷，我与王爷是真心相爱的。宁错的手还支着脸侧，艳丽的唇角笑意不改，只懒懒地抬了一下华丽的手。誉王神色一变就要上前。王爷，千岁爷的身份尊贵，他说话的时候哪有别人插嘴的份儿？这次也只是给这位小姐一个小小惩戒，帮她长长记性，不然下次再不小心说错什么话，可就不只是耳光这么简单了。王爷救我！
誉王眼神冷厉，直接动手推开身前人，眼中闪过杀机。既然如此，那他就趁着机会杀了此人，好挫一挫这位只手遮天东厂督公的锐气。誉王想着打斗，不再保留，每次出手招招致命。只是让他意外的是，自己所有杀招竟被对面这个圆脸的小太监悉数接住。誉王久攻不下，神色越发的难看。趁着誉王不防，他突然一改只攻不守的招式，骤然手指成爪，狠力的朝着誉王的脖子袭去。鹰爪功！小太监手爪指甲处竟然泛着诡异的蓝光，这是在指甲里抹了见血封喉的剧毒。对方这是想要杀了他。感觉到脖颈处皮肤传来刺痛，誉王眼中的恐惧同时上升到了极点，胸口率先传来一阵剧痛，他骤然被力道击退几步。誉王顾不得胸口的剧痛，第一时间惊惧地摸向脖子，无比幸运的是上面并没有血迹。誉王提到喉咙口的心才骤然放了下来，然后看向救了他一命的东西，那赫然是一个泛着乌光的瓜子皮。放肆了小乐子，你难不成真想杀了王爷不成？千岁爷明鉴，奴才怎么敢有这种胆子？不过是见王爷兴趣高涨，陪他多过2招而已。如此也不能对着脖子下手，看把王爷吓的。哎呦，是奴才的错，还请千岁爷恕罪。赎罪？找错人了。请王爷恕罪。若是千岁爷没什么事，本王就告退了。主子爷怎么样？莽撞！刚才若是本座不出手，你岂不是要杀了此人？那可是当朝王爷。话虽是这么说，可语气里却是毫不在意。奴才不是想帮主子爷探下这位誉王的底吗？看下他究竟有何德何能，能跟主子您争女人。他也配？若不是那只小兔子恰巧嫁给此人，这种朝三暮四的蠢货，本座连多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那这誉王也就那样了，无甚意思。比起他爹誉镇国，可是差远了。誉老王爷远在西北，爷，您想找他玩，估计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机会。您哪有时间去理会一个糟老头子？本座现在手里可是有着世间最有趣的小兔子常伴左右。小乐子抬头看看男人，再次被个瓜子击中额头。还看什么？赶紧起驾进宫，不处理完公务，今夜本座如何抽出时间夜探香闺？是，爷，这就出发。夕阳落下最后的余晖，天色渐渐的暗淡下来。哎，人长得不错啊，那你买了吧？说什么呀？人家可是有老婆的。哎呀，他老婆那样肯定死定了。那我也不买啊，他是个男人。萧兔听完对话，脸上浮现了兴趣。卖自己吗？别说，还挺俊的。不错，我买了。你要买我，必须要先医好哑娘。哑娘？萧兔挑眉，这才发现男人身后竟然还躺着一个。不错啊，这个我也要了。哎呀，走吧，都跟我走。俊美的男瞎子将女子背在背上，安静地跟上他。天香楼，只要你治好哑娘，今后我的命就是你的。又一个要给我命的，可我要这个做什么？我与哑娘身负武功，打得过我的护卫吗？瞎子看不到李明善，可是他除了眼睛，其他感官敏锐，早就发现刚到此处的女子是个厉害的高手。我与哑娘的合击术，杀他不在话下。合击之术听着很有意思的样子。那行吧，你娘子我救了，你们的仇我也接了。我们的仇？怎么了？你跟你娘子这一身伤，不是仇人下的手？是，可是……哎，没有可是，既然是我的人，本老大自然会为你出气。我很感谢主子的好意，不过不用了，我们自己会。你们自己杀不死的。你知道？我不知道啊，不过看你们都落到自卖自身的地步了，情况显而易见，所以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不是属下不想接受你的帮助，实在是我仇人的身份。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你想杀，咱们想个办法杀了就是。问题是你想还是不想？我想将他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挫骨扬灰。如此才对嘛。起来吧，大夫应该快来了，看看你的妻子去吧。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爷，东西都准备好了，您是要在交泰殿沐浴，还是直接去琳琅旁的温泉池子？哪里都不去，去那只小兔子那里洗。这才去了1次，爷，您就当是自个儿家了。今日里
那个小东西都在做什么？除了都公爷您走后睡到中午，今日里夫人还外出为200多个人算了卦，要属下帮您一项项念出来吗？看来还是不累啊。都躺到下午了，可以了。您总不能真让夫人一天不下床，晚上还要继续等您再临幸啊。说什么？我这也是为了都公您打算，毕竟爷您才跟夫人和好不是？你说的也对，持续发展才最可行。如此那只小兔子也就找不到借口踹本座。这话权衡利弊，得失分明，是个人都明白要选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自家爷这样想很正常啊，可就是怎么听着这么的不对味儿啊。还有什么？夫人今日收了4个手下。哦，有什么特别？特别应该都算挺特别的，个个看着都有些本事。不过有2个要向都公爷您禀报一声了。说，夫人今日收了一对瞎哑的夫妻，这2人的仇人是京城12位中的府军卫统领武新龙。都公爷，这武新龙现在是咱们的人，您看什么仇？具体细节不太清楚，10多年了。这之前武新龙还没被朝廷招降，正在江淮一带大山上当山大王呢。当时听说确实干了很多坏事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据说还屠过不少村子。那对瞎哑夫妻很大概率应该是某个被屠村子里的幸存者。那只小兔子怎么说的？哎呦，夫人她已经答应帮对方报仇了，而且说的还相当的威武霸气，是那个小兔子会做的事情。不过本座很好奇，他要怎么凭一己之力杀一位手握5000精兵的府军卫统领？爷，您的意思是那只小兔子想杀就让他杀好了，没有了武新龙还会有更多人。比起死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本座更关心我的小兔子到底会怎么下手。想想真是让人兴奋的。哎呀，行吧，只要事关夫人呐，爷随时随地就犯病，我都开始习惯了。还有件事情向爷禀报，昨日里夫人似乎又碰见誉王了。哦，誉王看着挺闲呢。可不是嘛。那就给他找点事情做。都公爷，您似乎一点不担心夫人会发现誉王的身份。因为本座足够了解那只兔子，所以有把握它不会识破。他跟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像。小兔子很明显贪图玩乐，所以他的眼里只有2种，那就是有意思的人或事和没意思的人或事。誉王这种乍看深情其实爱逛花楼的男人，对于他来说就是不感兴趣的那一类。对于这类人而言，他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漠不关心。一旦心态产生变化，破绽再多也不会放在心里。荣昌郡主到哪儿了？估摸着应该也就这2日到了。等他到了，誉王那个深情厚爱的红颜知己也就不需要再留了。誉王不是很闲吗？那本座就再多送他一份大礼。知道的呀，是萧夫人跟誉王见过2次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把您千岁爷的媳妇儿给睡了呢。千岁爷的心眼儿，估摸着不知道有没有针尖那么大。又在腹诽本座什么？哎呦，没有，属下是在想，这个点了，夫人是在做什么？他反正不会闲着。好美啊，你要去哪里啊？我没去哪里，一直在这里啊。说的也是，你一直在这里，在本王这里。这货的状态有点不对啊！哎呀，不管了，cos 的人设不能崩了。昨夜的小龙女是凄面绝色，今日聂小倩是温婉凄美，两相结合在一起，今晚还不迷死你！你今天又让我等了良久。本王下次一定注意时间。你不用这么麻烦，要是不喜欢来，不来就是了。本王喜不喜欢来，难道昨夜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你不准说这个。好，你想说什么，本王陪你。抱我下去吧。小兔子，你这么动来动去的，就没感觉到身子下面硌得慌？萧兔顿住了。什么东西啊？你来见我，怎么还带武器在身上？本王不带武器，如何百般滋事的疼爱你？捡捡你的节操行不行？丢得满地都是了。节操是何物？就是你的脸皮。本王要那东西何用？你还聊不了？不来我睡觉了。你说，本王听着就是。我
我这可是正事儿，你不准再捣乱了。你知道武新龙这个人吧？自然是知道，抚卫军总统领，手下掌管5000精兵。那你知道他住在何处吗？好似住在军营里。怎么今晚就想去杀了他？你都知道了？你收的人身份敏感，本王才特意查了查。我想你带我去见一见此人。哦，就只是去见一见？顺便杀了他。宁错邪气的唇角上扬的厉害，带着溢出的性感低笑，低头去亲他唇上美丽的笑靥。哎，别闹，都说了再说正事了。萧兔酥软了身子，整个人软软的倒在了男人怀里。等一等，正事还没办。可显然男人并不为所动，手已经从美背游到他细腰的轻纱系带上。事情我今晚一定做，回来我补偿你。你知道跟本王谈条件要付出什么代价？切，说的多吓人似的，结果这所谓的代价肯定离不开床上那点事啊！你说就是了，我答应了。当真？我骗你，你能愿意啊？是任何事情吗？要不你先说说看。说好的什么都答应，你现在反悔，本王其实更高兴。说着，男人修长的手指熟练地将她美丽的裙带直接拽开了。别，我没准备反悔，你说就是了。本王的条件就是今晚上缠绵的时候，本王每疼爱你一下，你就要娇声地喊夫君你好厉害，当然叫哥哥也行。这还是一国的执权者呢，你的脸呢？你为何不说话？我在看你的节操。本王不是说过了，我根本不需要那种东西。切，你确实不需要，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如何？这么久没回答本王的问题，莫不是还是想反悔？你还能再不要脸点吗？你情我愿，公平交易，你不愿意，本王绝不勉强。我同意了。一会儿还要指望这家伙帮忙，且就容你嚣张一晚上。记得哦，晚上夫君哥哥两个都要叫。我容你嚣张一晚上个头！看见了吗？此人就是你要找之人。看到了，恶光满盈，血孽无数。你收的那2个手下武功都算不错，可知为何一直杀不了此人？莫非他一直苟在此处？不止，别看此人5大3粗，却是个狡猾如鼠的性子。他平日里吃饭睡觉甚至如厕，身边都最少跟着50人。可怕死的。这还只是从前，自从你手下那对夫妻开始暗杀此人，他身边的防卫就更严格了。除了公务，此人已经待在此处半年之久。军队人多势众，更兼具有盔甲、重武器，再是厉害的武功高手，到了此处也只有送命的份儿。也难怪瞎子跟哑娘弄得这么惨。想杀此人确实不容易，不过对于本王来说却并非难事。什么意思啊？本王可以帮你出手。你会这么好心？自然是有条件。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你都还没有听本王的要求，这么急着拒绝干什么？哎呀，你够了！刚才在王府花园里，满地丢的都是你裤子，这还没穿上3分钟，你又来了。宁错看他言辞拒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心中颇为可惜。小兔子这么聪明厉害，固然难得，哎呀，可是他梦想中的7天7夜，何时才能够实现呀？此人身在军营固然是难杀，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本王可提醒你，你手下3次硬闯，10次暗杀，4次都差点死在这里。他们2人的武功你应该心里有数，你自问可比得过？本王事先声明啊，若是需要本王动手的话，那刚才的条件自动成立，事后不接受反驳。哎呀，谁要你动手了？杀人而已，又不一定非要武功多厉害。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话。杀人而已，又不一定非要武功多厉害。别急嘛，一会儿请你看好戏。不过在这之前，你要先帮我几个小忙。只是小忙？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用得着本王的时候，倒是热情得紧啊。哎呀，王爷、夫君、哥哥，别叫了，本王要兴了。去你的！夜漆黑，整个营地越发的喧嚷。喝了酒的兵痞们开始又叫又闹，武新龙也喝了不少的酒。来，老规矩，打一场，老子先给你们热热场子。兵痞们吼吼吼的叫得更加欢乐了。2人这一架刚打完没多久，消失的萧兔就回来了。
此刻宁错的神情有些怪异，甚至妖孽的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疑惑。哼，好戏差不多要开始了，王爷可要看清楚了。萧兔看了男人一眼，这才转过视线望向夜色里的武心龙，美眸里凉凉的带着笑。瞎子，你们两个也出来吧，一起来看看仇人是如何挫骨扬灰。宁错这个全程陪在萧兔身边的人，更直观地目睹女人刚才做的所有事情。萧兔去厨房灶台，只是抓了一些烧过的灰；去土屋后，是刮了一层脏脏的霜；去军医那里，只是偷了一味中药。这个他特地的拿过来看过，就是治疗疥癣湿气的黄牙。之后呢，他瞧见女人弄坏了军医的灯。以上这些就是女人刚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了。而做完这些，对方就笑眯眯地邀请他一起看武心龙去死了。既然是你们的仇人，这送他下地狱的致命一击就由你们来动手吧。需要我怎么做？不需要怎么做，只需你在他下招大刀砍下之时，让他狡猾一下就行了。就只需要如此？对，只需如此。夜色下，在武心龙真的如萧兔所言，使出了一招劈山式。瞎子闻声而动，手指间几个小石子悄无声息的就落在了对方下脚之地，眨眼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形火球，咒骂的哀叫转瞬就变成了凄厉的惨叫。此刻瞎子跟哑娘已经被震撼的说不出话了。怎么样，夫君，今日这场死得可笑又可怕的好戏还算精彩纷呈吧？怎么不说话？莫非已经被我的美貌与智慧彻底征服了？武心龙会被烧得尸骨无存，跟你方才去灶台还有屋后军医处找的东西有关吧？看出来了，一硝、二黄、三木灰虽然只是少量粉末掺合在一起，没做到火药的程度，可灼烧力度依旧强大无比。你似乎非常厌恶武心龙，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不错，就算不是为了瞎子二人这种恶贯满盈、坏事做尽的人，我碰见了就不会再让他多活一天。你可曾想过，这世界上最是恶贯满盈、坏事做尽之人，其实就在你身边。你在说你啊？莫非你看不出来？你这是想让我夸你有多坏吗？小兔子，别岔开话题，你知道本王的意思。这家伙这是干嘛？怎么突然想知道我对他是什么看法了？好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你这种大坏蛋不在我想杀的范畴里。哦，为何？难道本王不比他们更恶，杀孽更多？自然不是，因为你的恶太傲慢了。你的恶太过傲慢，所以你的眼睛里看不见弱者，他们与你如地上蝼蚁，你连看都不屑去看，自然也不会去杀。小兔子，怎么办？本王突然好喜欢你。那巧了，我也很喜欢我自己。话音一落，颈窝处就传来了一阵抖动，突然感觉背后凉飕飕的，好像衣服突然漏了似的。夫君，你能解释下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衣服撕开吗？夜黑风冷更甚露重，所以你是怕我太冷，才特意帮我把衣服撕烂的？唉，咱能先别吃了吗？不能。啥？一双苍白修长又性感的大手突然顺着撕开的衣服左右两边同时滑到前面来。被打了个措手不防的萧兔哪里是这等不顾身份地点就随时胡来的混蛋的对手啊，一个不防就软了下去。做什么你？快放开！我在做什么？不是很明显？哎呀，你别乱来，看清楚地方。可是我好喜欢，好喜欢。完了，这家伙病情显然还没过。哎呀，喜欢也不可以。本王想要你，就现在。再想，那也要先看清楚地方。地方正合适，本王觉得正好。好你个头啊！不远处就是军营，下面人来人往的，要是被人发现的话，发现就杀光他们。反正我不同意，不能在这里。就一次？不行的，除非换个地方。你不是说今晚要我教你好哥哥厉害的吗？那就先一次。乖小兔子，让我进去，外面好冷。天际的月亮越爬越高，夜色也越来越浓，暧昧暗香在空气中浮动，惹出无限遐想。而那香气正中，远远还能见两个人一边喘气，一边亲吻，一边在吵架。
什么时辰了？都该吃午饭了。这么晚了？小兔打了个哈欠，正要大大的伸个懒腰，却发现，哎呀，手有些酸疼。思绪瞬间回到了昨夜，二人最终谁也没妥协。不过他们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他们一人退半步，由他亲自出手解决。这个法子还是肖兔提的，因为很明显那个货哪里有他的理论知识丰富啊。昨晚上他说出来的时候，好像是打开了对方的新世界呢。别说哈，那家伙慵懒靠在那里，浑身华丽的衣衫半退，一张颠倒众生的脸微扬，狭美的腰翼，双眼半眯，猩红的嘴唇微张，还有上下滚动的性感喉结和他。小兔咕咚一声咽了一口口水。大厨，不能想了。李明善抱着胸，上下睨了他一遍。好色之徒，刚才还一脸开心的小芝，出去一趟再进来，脸都变了。怎么了？老王妃又派人来了，说要王妃你过去一趟。老王妃这么快就又支棱起来了，刚好今天我还没什么安排，派来的人呢？都在外面恭候着呢。那就让他们等着吧，咱们开饭。这样会不会对王妃不太好？毕竟老王妃那边上一次就撕破脸了，还在乎这些表面功夫？反正去早去晚，老王妃的脸色都不会好看，索性就让她等着吧。人家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是当事人，老怕事儿小，不够他折腾。你就是玉王妃萧氏吧？母亲，这位是？这位是荣昌郡主母妃身边的赖嬷嬷。原来是荣昌郡主母妃身边的嬷嬷来了，我还以为是荣昌郡主母妃亲自来了呢。这么大的排场，真是吓死人家了。萧氏，不可胡说，你可知道赖嬷嬷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啊，莫非还有什么隐藏身份？萧兔，你可听好了啊！赖嬷嬷侍候过当今皇太后，侍候过当年圣上，多少皇子公主都是她看着长大。只因嬷嬷得用，皇上亲下圣旨，将她赐到东陵王妃身边。没啦，这还要有什么？赖嬷嬷一生可谓是传奇。传奇？听玉王妃的意思，是对我的事情另有定论。不敢，您可是侍候了别人一辈子的老前辈，您侍候过那么多的人，侍候了那么多年，侍候到了最后还在侍候人的传奇，母亲妹妹们可都对您羡慕得紧呐。一句话骂了4个人，雨露均沾。说来媳妇有些不懂，母亲贵为王妃之尊，2位妹妹又是郡主之身，因何你们都这么羡慕赖嬷嬷？莫非平日里也是闲来无事，喜欢上了帮人端茶倒水、洗脚洗痰盂的雅号？他与这位玉王妃萧氏今日不过是第一次见面，被对方如此羞辱之前，甚至就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如今他什么手段还没施展呢，就被逼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赖嬷嬷压下心中的怒意，今日我前来，其实是带了郡主的一片心意来看望老王妃的。荣昌的身体可好些？好多了，这次的礼物就是郡主亲自精心为老王妃与2位妹妹准备的，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说着朝一旁的婢女使了个眼色。掌中无力舞衣轻，剪断娇绡破春碧，正是南海珍品娇绡纱。这些娇绡纱一共有3匹，是郡主千辛万苦从南海求得的心爱之物，可她却一件都没留。这匹黑色的雍容华贵是送给您的，这匹粉色的娇俏可爱是送给怀秀郡主的，最后这匹红色的美艳艳丽是送给怀瑾郡主的。赖嬷嬷用眼角斜睨着萧兔，意思无比明显，看也没有用，根本就没你的份儿。可萧兔直接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一溜小跑的到了3匹娇绡纱的面前，眼睛放着光道：哇，好美啊！这黑色的我穿定是又高贵又神秘，这匹粉色的我穿也肯定是俏丽又活泼，至于这红色如此光彩照人，我穿上绝对美艳不可方物啊！好，我决定了，这3匹娇绡我都要了。玉王妃，这些娇绡可都是荣昌郡主辛苦从南海求来的。哎呀，我知道，都是郡主的功劳，劳烦她送过来了，跟她说辛苦她了。说完，他就叫人开始挨个打包。玉王妃，东西是送……知道，是送给我们王府的东西，你已经送到了，辛苦了。小兔，住手！东西是荣昌送给本王妃跟你2妹妹的，你休想全部带
带走。母亲，你说什么？这么美丽的娇羞，如果跟我失之交臂，我肯定心里会很难过，说不定今晚就会伤心过度，积郁成疾，怕是很长时间都不能服侍王爷了。老王妃闻言，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剧烈的哆嗦了几下，却愣是没说出话来。嬷嬷，这是怎么了？郡主，您这次怕是要碰见对手了。嬷嬷还请细说。我今日本是照着郡主所想，去到誉王府瞧瞧那位萧氏，趁机借着羞辱对方提醒下老王妃您对此次婚事的不满。可是谁能想到，萧氏此女竟然出乎咱们的预料。嬷嬷还请细说。我本以为以老王妃的脑子，既然准备好了要借腹生子，怎么都会选一个好掌握的捏在手心里，却没想到竟然找了个硬茬子。不光属下这次没落到好，老王妃还有她那2个骄横的女儿，全都被萧氏欺负的头都抬不起来，老婆子都差点被她气绝过去。下帖子，明日本郡主要亲自拜访誉王府，我倒要亲自见识见识那位所谓的萧氏到底有多厉害。那玉凤儿那边，那个不听话的贱人还妄图先我一步入王府，本郡主如今都回来了，也就不需要他这个废妻了。郡主说的是。夜色在悄然降临。什么事？被发现了，可别坏萧夫人的事情啊！爷，不是属下不想说，而是夫人说了，要奴才别多嘴。那小兔子今日竟然自己主动来，人呢？人还在准备，说让爷您就在这里忙，不准去找他。这话要不是夫人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口一个你就怎么样，不准怎么样。哎呦，我的胆都快要被吓破了。这小兔子又想做什么坏事了？小乐子也回答不上来，他哪里能猜得到萧夫人的奇绝心思呀？正想开口，却是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传来。弟弟在忙什么呀？不可以哦，你不准乱动哦，今天让姐姐来。说完，明显感觉到男人的身体竟然敏感的全部紧绷起来。可记好了，不然姐姐该生气了，到时候可就没人陪你玩喽。很好，今晚的主动权差不多到手了。弟弟可是好，弟弟怎么不回我？好。弟弟今日都在忙什么呀？在忙朝堂公务。萧兔但凡此刻有那么一点心思，多看一眼桌案上的东西，就会发现注意力全被他带走的男人大意之下对他露出了朱红玉笔和满案的奏折。虽然古代封建社会摄政王也能做到此步，可是他最起码也会疑惑一下誉王权力如此之大之类的吧。可惜此时此刻女人眼睛里只有他忙公务的弟弟，弟弟眼睛中显然也只有他的好姐姐。那弟弟你忙哦，姐姐帮你红袖添香吧。弟弟公务辛苦，看看额头都出汗了，姐姐帮你擦擦。宁错眼睛骤然眯起来，浑身的血气在沸腾，热气在狂涌，本该供应给睿智头脑的血液全都急转而下，狂奔而去。弟弟头上又出汗了，看来真的是很热，不如姐姐帮你把扣子解开吧。说着再次抬起小手，径直地落在男人领口处的黑色暗扣上。哎呀，看来弟弟是真的热，身上都是汗，姐姐帮你都擦擦。小兔子该玩够了，再下去本王不保证自己能如你所愿的把持住。可以哦，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你问。姐姐的问题是，你猜猜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的肚兜是什么颜色？猜对的话，姐姐什么都答应你哦。是黑色。错了哦。猜错一次，不过弟弟不用担心，你还有一次机会哦。弟弟你猜姐姐今日裙子是什么颜色啊？一时间美艳逼人，屋外的夜色越发明媚，烛火随之摇曳，隐约可以透过光看到轻纱后模糊旖旎的大殿里有女子衣物半退，曲线热辣，扬着雪颈高低起伏，妖娆而动。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小乐子看着已经日上三竿的太阳，满脑子都是这首诗。皇上不理朝政，痴迷黄老之术，
都公爷摄政6部，大权在握，临亭代帝行事，朝会10之8九由他主持，也有隐蔽之事。这事业呀，正如日中天呐，爷就扭头再到萧夫人温柔乡里去了，再也没能爬起来上过一个早朝。今日更是，这可都是日上三竿了呗！前几日才刚下了早朝变5朝大令，如今是5朝也赶不上了。哎呀，这下朝堂此刻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模样了。爷不去啊，那群老臣们可要高兴坏了，还不抓住机会使劲折腾呢。你今日没事吗？这个时候也不见起来。无事。无事也差不多该起了。我看外面太阳很大，估计时间不早了。你急什么？左右起来也是无事。我可是乖孩子，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你可不要教坏我。日日睡到中午的乖孩子。哼，身体好好，睡得饱饱，身体壮壮，睡得胖胖。哼，太阳当空照，花儿对你笑，小鸟说早早早，只有懒虫还在睡大觉。好好起床，本王也起。你是个乖孩子，萧老师我会奖励你的。乖孩子先帮老师沐浴一番，再起不迟。说着，男人直接将被子卷裹着的人大横抱起，朝着浴室间里走去。明明昨晚都已经洗过了，分明就是想我陪他沐浴。哼，刚才我在床上蹦，就看出你眼神不太对了。说你想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的我做什么？